我们作为散户，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股市是很容易亏钱的。在股市交易有没有一直都赚钱的方法呢？在日本有着这样一位散户交易者，他从21岁那年用300万日元作为本金开始炒股，不到40岁就在股市赚到了230亿日元。这位神秘的个人投资家不曾透露过他的真实姓名，我们只知道他的代号是 CIS。在2018年 CIS 出了一本书《CIS 股票交易术》，他在这本书中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通过日内交易赚取这230亿日元，并且在书中分享了他的制胜逻辑、灵感源泉以及一些非常独特的投资哲学。这本书上市1个月，销量就突破了12万册，登上了日本亚马逊总榜第1，成为很多散户投资人的炒股圣经。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本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频道理念是与你共同成长，助你实现财务自由。我在频道中会分享理财投资的知识和个人成长的内容，欢迎点赞转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好，我们书归正传。 CIS 在他的这本书中介绍的股票交易原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大相径庭。一直以来，长期投资是最被投资者追捧的投资方式，但是 CIS 却认为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都是错误的。在股市交易应该买涨不买跌。他在书中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开始炒股的时候他也是逢跌买入，这种操作直接导致了2年半之后他手里的300万日元本金直接赔到只剩104万，他还追加了相当一部分的储蓄和工资，差不多连输了1000万。CIS 发现逢低买入这个原则是基于概率论的大数定律，当市场波动的次数足够多时，上涨和下跌的概率各为50%。然而股票本就不是概率的游戏，现实中随机也并不总是胜负守恒。现实中的股市，上涨的股票会持续上涨，而下跌的股票则会继续下跌。当他想清楚了这个原理之后，就改变了原先的操作策略，不再做随便的假设，只会顺势而为。在股票上涨期间就持有，下跌了就卖出。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卖出呢？作者也有介绍，他会在上涨的股票发生第二个逆时突然下跌时卖出。对于锁定盈利和止损，作者认为同样应该顺势操作。大多数股票交易者在股票上涨了一点就会马上锁盈，因为害怕下一刻如果突然下跌了，难得的收益也会随之而去。下跌时却容易被套牢，因为确认损失在心理上总是难以被接受的。以上都是基于人性本能的行为，然而实际的股票市场却是有悖于人性的。刚刚上涨的股票比起反转下跌，继续上涨的可能性比较高。所以当股票开始上涨，作者就不会急于卖出，而是会等待更多的涨幅。同样，刚刚下跌的股票比起反转上升，继续下跌的可能性会多一些，因此应该卖出。作者这样的操作方式，如果单按照胜负来考虑，获利的不过30%，剩下的70%几乎都是保本或者是小赔。虽然胜出的概率低，但是在股票下跌的时候能够及时止损，而获利的股票中总有几只能够获得损失额的10倍甚至是20倍的收益，因此总的收益还是正的。那作者是怎样让自己的股票获得高额的收益呢？他在书中提到，在股市上，第1条泥鳅特别好吃，第2条也还可以，第3条就可有可无了。那作者用这句话是想说明，股市上特别稀有的赚钱的机会，就像第1条泥鳅，特别的好吃，大家都会争先恐后的去寻找，但是要抓住其实是很难的。作者交易的目标往往是抓住第2条泥鳅，因为第2条泥鳅也很好吃，还可以从市场经验中学习，容易赚钱，而且赚的也很丰厚。作者是怎样抓住他的第2条泥鳅的呢？他分享了其中一次经验，就是2005年的 JCOM 误下单事件。当时汇萃证券的负责人向东京一个以新兴企业为主的股票交易市场卖出了 JCOM 股票时，误将原本以61万日元价格卖1股，输入成了以1日元的价格卖61万股。这位负责人随后意识到了失误，要取消下单。然而当时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系统还不能支持取消指令，这个失误导致该股票出现了通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的卖出量，而且股价大幅下跌。虽然瑞穗证券立刻采取补救措施，把卖出的股票又全部买回，但是还是有9.6万股没有被买到，最终被市场消化。这起乌龙事件让瑞穗证券的损失高达407亿日元，甚至波及到了其他的券商股和银行股，还导致了日经全体大跌。不过这起事件也有受益者，本书的作者就是其中一位，他从中赚到了6亿日元。那当这起事件发生时，作者首先判断这是个
手握，然后立即决定能买多少就买多少。从看到消息到做出决定，他只花了20秒钟的时间，最终买入了3300股，并且在买入后的10分钟，股票第一次涨停的时候就都又卖掉了，然后还把套利的几亿日元都买了瑞穗集团和任天堂的股票。当时作者也担心，如果Jcom的交易被认定无效，那么接下来的2笔交易也不会成立，所有的收益都会化为乌有。庆幸的是，这几亿日元让作者赚到了。作者认为，这次能够通过 Jcom 的交易赚钱，就是因为他的经验。在 Jcom 股票误下单的时候，如果他不知道股票误下单的清算以及确认方法的话，也就不会去买了。那除了这次，作者还吃过几次第二条泥鳅，都获得了很高的收益。例如，在2018年大量做空日经指数的股指期货获利12亿日元。不过，作者也提到，在市场充斥着的是第3条可有可无的泥鳅，也就是广泛流行的消息。既然是广为人知的消息，那么这样的消息就是无效的，是无法用来赚钱的。作者还认为，只读书是跑不赢市场的，而且媒体也是不可信的。当股票下跌，作者能够及时止损，这是他能够在市场上胜过大多数人的原因。大多数人容易被不想赔钱的情绪影响，导致在股市上的失败。当买的股票下跌时，他们还会再买一些以拉低平均成本。但是作者却认为，补仓这种操作就是明明自己失败了，却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要加大赌注，是最差的技巧。正确的做法是承认失败，迅速清仓。炒股最重要的是能够及时止损，让失败最小化，而补仓与之相悖。对于另外一个问题，当止损的股票又重新上涨了，该不该买？作者又是怎样考虑的呢？作者认为，止损的时候就已经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那之后用比卖出的价格更高的价格再把股票买回来，就是承认止损也错了，这相当于承认了2次错误。但是作者对此并不抵触，而是继续严格执行买的股票跌了就卖，涨了就买的纪律。作者并不考虑局部的胜败，这也是他能够战胜人性的弱点，不被情绪操控，获得交易成功的原因。以上内容仅是《CIS 股票交易术》这本书中最精华的部分，作者还分享了很多另辟蹊径的观点。在 CIS 看来，对冲风险毫无意义，基金经理是因为资金规模大，如果收益为负，就有可能丢掉工作，所以不得不通过对冲风险让成绩平稳。而对于散户来说，寻求收益就是要承担风险的，如果为了分散风险而多付出成本，最后只会摊薄了收益。又比如作者提出，怀疑有庄股介入的时候就是买入的好时机，有盲目的资金异动的时候就是赚钱的时候了。那我们回顾全书不难发现，其实 CIS 的投资逻辑并不复杂，相反还非常的简单，用8个字概括就是顺势而为，追涨杀跌。那我们学习这本书的投资逻辑，也不是为了全盘否定我们以前的惯用的逻辑，更何况作者是一位日内交易者，他的方式未必适合其他类型的交易者。这本书对我的最大的启发是，让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股票交易，而且也意识到股票交易不仅需要运气，也需要冷静、耐心和持续学习的精神。通过理性决策和风险控制，并且在一次次的操作中总结出适合我们自身风格的投资逻辑，才能在瞬息万变的股票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好了，今天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